女人重生回到小学时期，获得了洞悉一切的鬼眼，在抽奖活动上，凭借仅有的2块钱，竟直接刮出了1等奖洗衣机。就在别人拿着纪念奖勉强安慰自己的时候，唐云则将所有大奖揽入怀中，并当场进行了售卖，只留下2台自行车。有的同学震惊他的运气逆天，有的同学却嘲讽他走了狗屎运。殊不知，唐玲竟然能看到彩票上面淡淡的金色雾气，而这奇异的能力是随他一同而来的普通饼带来的，且附带了一个随身的空间。前世我一直很胆小，跟大家都断了联系，这次我一定跟大家好好相处。盯着2人中间那条歪歪扭扭的38线，唐玲哭得笑了。这可是我小学重要的回忆呀！同桌，我也觉得你画的这条38线太丑了，像个蜈蚣在爬。好像确实是我画的，败笔呀！糖糖，唐玲听到好朋友的声音，顿时怔住了。刘鑫是唐玲小学里最好的朋友，初中没有毕业，家里就出事退了学，后来过得很艰苦。既然我重新活了一次，那我一定要改变刘鑫的命运。唐玲，抱歉，刚刚走神了。我说，估计明天老师就能宣布这次参加数学竞赛的名单了。数学竞赛？对啊，每次竞赛都是那几个人，都没有必要宣布了。有几个名额？前世我体育为学校拿了很多奖，但是学校却不推荐我去一中，理由确实要知识竞赛拿过奖才可以。 6个名额啊，苏锦、司徒文、司徒浩、杨文书、圆月、王子聪，老师肯定会选他们去参加。你很想参加？你怎么知道我想参加？全都写在你脸上了。我小姑在补课班给人讲奥数的，我和小姑学了很久呢。也许这次会选你呢。刘鑫撇了撇嘴，只当唐玲是在安慰他。下课后，唐玲来到办公室。金老师，什么事？老师在田下州数学竞赛的报名表吗？对，这是。老师家住得远，没有自行车代步，实在不方便。若是老师不嫌弃，小意思就请笑纳，也算是我为班级做贡献了。这话是一个3年级学生能说出来的吗？金老师盯着摆在面前的钥匙，犹豫着。车子我停在校外小卖部门口。你为班级做的贡献，老师记在心里了，班级也不会忘了你。乔老师说的，为班级做贡献是应该的。有什么困难和老师说，老师能帮你的肯定帮衬。困难倒是没有，不过我确实还想为班级做点贡献。不如老师给我2张报名表，如何？你想参加数学竞赛，那另一张是给谁的？刘鑫。刘鑫啊，他的成绩也还算不错，只是数学竞赛恐怕他不太适合。金老师，刘鑫的小姑是教奥数的老师，刘鑫跟着他学了很长时间，相比其他同学，我相信他更有优势。那好吧，这次就给你们2个人一次机会，希望你们能好好表现。当刘鑫拿到报名表的时候，激动地抱着唐玲猛跳，没想到唐玲随口说的话竟然成真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今天吃什么呀？我给您打下手。母亲张化今年32岁，是一名普通工人，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只是奶奶李红琴总是百般挑剔。唐玲的父亲唐国斌夹在中间，很是为难。每天唐国斌下班，李红琴就将儿子叫到自己房间里，拉着儿子扯东扯西，直到睡觉才放儿子回屋，导致父母经常没有时间交流，慢慢也就造成后来的疏离。在唐玲心里，其实是有些恨他奶奶的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奶奶破坏父母的感情。我女儿真乖，妈妈不用你帮忙，快去写作业吧。放心吧妈，作业在学校我都写完了，我帮您打下手，跟您学手艺。女儿可是越加的懂事了。母女2人十分融洽，有说有笑。累了一天的唐国斌下班回家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觉得很温馨。爸爸下班啦，快去换衣服，马上就能开饭了。今天宝贝女儿也下厨了，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饭后，唐玲帮母亲收拾碗筷，转身时发现，果然奶奶又将父亲拉到自己房间，于是将母亲买的西瓜切了几块。爷爷奶奶，吃点西瓜，妈妈说今晚的菜有些油腻，特意切了西瓜让我送来，给爷爷奶奶解腻。李红琴不喜欢唐玲，这孩子不是她带大的，而且性子闷又内向，不似老三唐国华家的双胞胎姐妹那么亲厚，但是今天这番话说得甚得他心。这个家我可是老佛爷，就应该以我为重才对。唐国斌见女儿如此孝顺，定是妻子教育的好，想起妻子，心中有些羞愧。母亲总是挑剔妻子的毛病，可是她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以后我得对妻子更好一点才是。你今天还挺孝顺的。糖糖，你也吃，别光顾着我们。给你妈留了没？看着慈祥的爷爷，唐玲有些感慨。她一直觉得爷爷与奶奶之间不似那么亲密，后来才知晓奶奶李红琴是爷爷的第2个妻子，爷爷的第1个妻子是自己找的。2人日子艰苦，过得却很开心，
可爷爷家里却不同意，硬是拆开了二人。虽然奶奶对唐玲不好，但是爷爷还是很疼唐玲的。爷爷放心，全家都有份。爸爸，今天学校发了手工作业，要求家长一起做。说完，唐玲将父亲拉回了自己屋里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转眼就迎来了大家期待的数学竞赛。唐玲用了20分钟便答完了卷子，在3名老师和无数学生的注目下，走到讲台前，将卷纸放到讲台上，转身潇洒地走出了考场。言草纸都没用，这女生肯定是胡乱作答的了。这几乎全对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走出考场，唐玲伸了个懒腰。接下来的时间字里，唐玲决定去 S 市的古玩市场逛逛。古玩市场就是一条街道，很多商铺地摊，在地摊处买古玩成交了便不能反悔，这是很考眼力和运气的。唐玲觉得古玩很新奇，她今天来这里就是想再做个试验，不知道古玩和玉石是否也能辨别。摊主小心翼翼地守着一堆破烂，却把宝贝当垃圾一样的扔掉。唐玲把捡下来后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便见到前面摊位一个不起眼的手链泛着金色的雾气。一番问价后，只花了10块钱便将其拿下。果然可以辨认出古董。将东西都扔进小灰的空间，唐玲看到前边聚集了很多人，费劲挤进来之后，询问了一名老者才知晓，这是古玩市场每月一次的交易会，而老者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一个小姑娘，一时来了兴趣，便和唐玲多说了几句，没成想很投缘，二人聊天聊得很开心。魏爷爷，你是说这古玩市场还能赌石？那是当然，只不过都是业内人士才知道。那不知魏爷爷能不能带我也去见识见识？小唐还想赌石？只是去见见世面而已。我也想像魏爷爷一样，知识渊博。这小鬼灵精，还懂得拍马屁。小唐真的想去，难不成我还要拿着石打去魏爷爷？这周末就有一场赌石，早上8点在这间，我带你去见识下。那我就先谢过魏爷爷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这次交易会马上就要开始，一切秉承货物出手，概不退货原则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。我们今天要竞价的第一件藏品是清末时期的荷塘鼻烟壶，底价800，有兴趣的可先到台上鉴别，之后出价竞拍。主持的话音一落，就有不少藏友纷纷登台，拿着各种的鉴定工具鉴别。这荷塘鼻烟壶画工细致，色彩艳丽，材质精美，画艺生动，确实不错啊。咦，这鼻烟壶壶底有刻字，叶英柱。叶英柱，可惜了。还以为遇到真品了，哪知是件仿品。仿品怎么说？其一，叶英叶大师都是以花鸟为主；其二，这叶大师都是以奇字刻名，叶英小字贯之，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以叶贯之入刻。哎，原来是件仿品，不值钱啊，不值钱。众人鉴定了一圈，大部分都走下了台。这鼻烟壶最终被魏老以1200元买下。大家都说这是仿品，小唐就不好奇我为啥买下？好奇呀，不过我好奇的是，什么时候才能像魏爷爷这般眼光独到？不愧是我魏老看上的小丫头，小唐果然与众不同。嘿嘿嘿，魏老，这仿品你怎么给买了？哈哈。难得遇到叶大师的作品，价格这么便宜，捡漏当然不能放过来。哦，魏老有不同见解，见解都不敢说，不过我却知晓。叶英从13岁开始做内画，要知道古人要成年行了弱冠之礼才会冠小字，而叶冠之则是叶英成年后的小字。这鼻烟壶壶底刻的叶英柱，说明这是他未成年时的作品。另外，叶英未成名前是以荷塘为主，现在市面上的花鸟为主的作品都是他成名后的作品。魏老的眼力我自会不如啊。李老不必自谦，这叶英前期的作品非常之少，几乎没有流传出来。我也是在一场交易会上从叶弘毅大师口中得知，叶弘毅大师可是叶氏内画的传人，是以才会知晓此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由于众人刚走饱了，接下来的藏品便更加的谨慎了。唐玲跟在魏老身边，每竞价一件古玩，魏老便会给唐玲讲一些古玩的知识。唐玲听得认真，慢慢也根据藏品提出一些疑问，听得魏老心中震撼不已。只是听一些评价，便能独到的发现一些仿品的破绽，实属罕见。后生可畏啊！接下来是我们这次交易会自由竞拍的最后一件，刘展鹏的珍宝寨，底价200万。天哪！刘展鹏要卖了珍宝寨200万，光是珍宝寨的古玩就不止200万啊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珍宝寨里的玉石和古玩大部分都搬空了，光剩个空壳子而已。200万买个空壳子，你买啊？空壳子卖200万，他咋不去抢？魏爷爷，这刘展鹏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卖了自己的产业？这刘展鹏我也听过，
在 S 市古玩玉石界很有名气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我不是 S 市人，只是每个月会来这几天而已。魏老见唐玲好奇，便带着唐玲来到了李老那里了解，原来刘展鹏极富经商头脑，经营的珍宝斋里面古玩和玉石俱全，在业界很有名气。可是在一次赌石中被人使了绊子，一夜间倾家荡产。他是个十分讲义气的汉子，所以人脉比较广。此次他出事，也有不少人给予了他帮助，可惜祸不单行，刘展鹏的妻子竟然拿着所有的钱财跑了，赌石的钱没还上，又欠了一大笔的人情债，一时间压得刘展鹏一蹶不振，变卖了自己全部的产业，也没法还清账务。最终刘展鹏的珍宝斋也没有卖出去，刘展鹏颓废的下了台，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开了。而刘展鹏没有发现，在他离开后，有一道视线射在他的身上。200万，看来我要想办法先挣点钱了。魏爷爷，古玩桌上是不是谁都可以出售古玩？你有物件要交易？就是他。小唐丫头，把你的手链拿下来吧，让咱大家伙鉴定鉴定。好，这是琉璃材质，这琉璃霞光斑斓，温润灵秀，款式单一，看得出是古物，只是这具体年代就不得而知了。其这李老是否看出了什么？魏老是不是心中已有判断？相传琉璃制造之术在公元前便已出现，从此物的成子样式以及制作工艺上来看，我在怀疑它是否就是传说中范蠡送给西施的定情之物。我也有些怀疑，此物就是传说中的七宝琉璃珠。什么？不过这也只是我的怀疑，到底是不是？以我的水平，还是辨别不出了。此物是古物没错，若是想确定是否为七宝琉璃珠，其实也有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当年越王任命范蠡多造王者之剑，剑柄处镶嵌之物便是琉璃。若此物却是七宝琉璃珠，那么定是范蠡多造铸剑之时，与镶嵌之物的琉璃是一如所致。只要将此拿去和王者之剑上的琉璃进行比对，定能得出结果。王者之剑，这个我知道，听说是叶弘毅大师将此剑收藏了。小唐丫头，此物可能极有价值，你确定要买？什么？这古物竟然是个孩子的？小姑娘，你这手链怎么卖？嘿嘿嘿，当然是价高者的。小姑娘，我出10万。10万。小琪，你逗人孩子玩呢？小姑娘，我出50万。我出55万。68万。70万。125万。150万。180万。200万。什么？就那么一条手链，就交到200万了？看来这手链的得主定是在李老和魏老二人中诞生了。这小姑娘可有福了，将这手链卖出去，这辈子都不愁了。200万就一辈子了，这人是不知道后世的房价物价有多高啊！竞价还在继续，最终魏老以300万的价格竞到了唐玲花10块钱买的手链，不过唐玲只收了魏老200万。魏老知道唐玲是真心的感激他，他也确实喜欢小唐丫头，自然也愿意卖唐玲一个人情。小唐丫头，你那手链是哪来的？地摊上淘的。捡漏捡的，花了多少钱捡的？10块。小唐丫头有前途啊！咦？就在这时，一行人晃晃悠悠的走过来。糖糖，你不讲义气，都不等我们，自己先跑了。考场不在一起，我这不是走散了吗？好吧，这次原谅你了。好，只考了20分钟就出了考场，要是真能遇到，那真是奇了。20分钟，糖糖你就答了20分钟，你也太打击我了好不好？我这不是坐不住吗？就先跑出来了。外公，魏爷爷威武。小丫头还敢调笑我？这是我外公，不会是眼花了吧？可不能叫这小丫头看了笑话。你们怎么来这里了？今天不用上学。你们两个臭小子不好好上学，跑这里来瞎胡闹，我看你们是皮痒啊。外公，不是，我们没逃课。没逃课？你当我老糊涂不成？今儿个星期一，学校还有放假的不成？魏爷爷，我们可是拿着免死金牌，光明正大的逃课呢。听了他们的解释，魏老又说了几句，便急忙的离开了。真是奇了，唐玲，你什么时候认识我外公的？刚刚。你们来多久了？我们才到不久。司徒浩说这里有什么古玩交易会，我们过来看看热闹。对了，听说今天交易会有一条古玩手链，竞价到300万，你有没有看见？对呀，那可是300万的手链，我好想看看啊。这时人群中突然传出一阵喧哗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300万，我的300万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听说今天那条7宝琉璃珠原本是他弟摊上的货，结果走宝了。
走宝了，他多少钱出手的？10块钱。这完全当破烂卖的，这哥们真 TM 的牛。和刘鑫他们道别后，唐玲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来到了珍宝斋的门口。王平这个狗东西，我刘展鹏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做鬼？那还不如下辈子做夫妻，你还能灭灭他。要钱而已，坐下谈即可。王平请冯老大来要账，有时间期限吗？我们老大要账，关你一个丫头片子什么事？一个人的能力并不是年龄决定的，我相信冯老大能成为这些人的老大，靠的并不是年龄。不错，我想知道王平给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时间？这个周末。冯老大能否通融一下，周末晚间再来珍宝斋收钱？若是周末还是收不到钱，那么冯老大按规矩办事，我想刘展鹏也无话可说。虽然我年纪小，却也知道道上的规矩，这些就当是给兄弟们的辛苦费，还希望冯老大不要嫌少才好。冯三并不是矫情的人，既然唐玲上道，那么他也愿意卖给他一个人情。这个周末我会来收账，而且一定要收到。你想知道我为何要帮你？怀疑我是否有能力帮你，还是我帮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，我不是圣人，帮你自然有我的目的。你欠下的债，我可以帮你还，允许你一个锦绣前程。不过，我想知道，你认为自己如今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投资在你的身上？刘展鹏愣愣地看着唐玲，不知为何，他心中有个声音告诉他，这个女孩就是他的希望，他的转机。可是确实有女孩所说，如今他身上还有什么投资的价值？因为一次失败就一蹶不振，古玩玉石大王。想死很容易，这100块就当我赏给你办身后事。刘展鹏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刘展鹏落魄的连洗都洗不起了吗？连洗都不怕，还怕洗后丢了面子？洗后不过一堆灰土，又有谁会记得你？是啊，我连洗都不怕，难道还怕洗后之事？一直以来，刘展鹏在乎的面子尊严使他不愿屈居人下，但是听了唐玲的话，刘展鹏心中豁然开朗。我有你投资的价值。周末这里有场赌石，你是否有价值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由我决定。望着唐玲离开的身影，刘展鹏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。他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的几句话，竟然能将他从颓废的心境中带离出来。我刘展鹏会用自己的能力证明，我有我的价值，一直都有。唐玲回到家中已经是下午，躺在了自己的小床上，进入到空间之中。小辉异常兴奋，唐玲窘了窘，将手轻轻的划破，为了小辉一滴血，侧头看见了黑石。鬼使神差的唐玲将手伸到了大石头上，滴了一滴血在石头上。片刻之后，轻微的声音在空间中响起，黑石从中间慢慢裂开，一道七彩光芒从眼前划过，直飞入小辉之中。刹那间，刺耳的冲击声仿佛重物击打般在唐玲脑中炸开，瞬间将唐玲击昏倒地。不多时，一道柔和的光芒散开，顶边多出了一颗白色的石头，散发着蓬勃的生命气息，快速治愈着昏迷中的唐玲，并将其送离了空间。此刻唐玲感觉自己像被火烧一般，浑身滚烫不已，头部像是被强塞进很多东西一样，胀胀的不适感一直折磨着她。玲玲，不知道这种煎熬经过了多久，仿若是千万年一般。当唐玲再次醒来，发现她竟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环视了一圈病房，发现身边并没有人，于是一闪来到空间。小辉静静地待在那里，身上多出了一块小小的白色石头，手扶上白色石头，立刻有一股生命之气涌遍全身，脑中大量的讯息涌入，但并未感到不适，反而觉得头脑越来越清晰。这石头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看来小辉之后，我又多了一个小白。如此发展下去，我的脑袋岂不是可以媲美百科全书？唐玲再次迈入校园，已经是3天后了。刚一进入到教室，刘鑫便冲了过来。糖糖，听说你病了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，你这几天没来，我一个人无聊死了。怎么会无聊？还不是这次数学竞赛的事。唐玲一听便已知晓，一定是其他人认为他们2个没有资格参加数学竞赛，只能安慰了刘鑫几句。好在这丫头本就神经大条，一会儿就又开开心心的忙自己的事了。同桌，你终于来了，害我想你好几天。嘿嘿，听说你生病了，病好了没？好了。同桌啊，我们今年期末考试英语也要考啊，你英语怎么样啊？我可是全靠你了。还以为这厮怎么了，感情着是为考试发愁呢，马马虎虎。爸，不要啊，卖萌可耻。段誉，你又在为难糖糖。嘿嘿，
我这不叫为难，我们这是在联络感情。糖糖，要不让我小姨帮你补英语吧？我小姨数学、英语都不错的。补课？那刚好可以借着补课出去看看赌石了。好啊，小新帮我问问吧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段誉要不要一起？别，那不是要我命吗？还是同桌你去吧，到时候我靠你就行了。周六一大早，刘鑫拉着唐玲来到了小姨补课的地方。小姨，我们来啦！这个就是我和你说的我最好的朋友糖糖。顾老师您好，我叫唐玲，和刘鑫是同班同学。听星星说你想补英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补课。这样吧，你先跟着现在的班，我课下再给你补进度。今天正好有英语课，小唐就今天开始补吧。好，星星，你要不要一起补英语？不要，我还要回去多看看数学呢。糖糖，你在这补英语吧，我先回家了。这丫头真是个数学迷。之后，顾雨山又给唐玲讲了一些相关内容。这个补课班一共有4名老师，涉猎很广，从小学到高中，而顾雨山一个人语数外全部涉猎。顾老师涉猎的内容很广，为什么不去学校做个正式的老师？正式的老师哪里是那么容易当的？唐玲见顾雨山没有往下说，知晓其中定有一番缘故，便没再追问。唐玲认识了其他几位老师，大概了解之后，满意的笑了笑。这几个人她很喜欢。周日早晨，唐玲早早的来到了古玩市场，找了个明显的位置站好，环视了一圈古玩市场。我记得前市古玩市场不久后就被香港郭氏集团收购，将这古玩市场打造成古玩玉石一条街。S 市更是因此经济飞速发展，晋级为2线城市。自从收了小白之后，他发现他的脑容量达到了极致，除了过目不忘之外，就连前世接触过的小细节都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这可是让他兴奋了好几天。既然如今想插手 S 市的古玩玉石行业，自然要抢占先机。正当唐玲构想发展计划的时候，看见了魏老向他走来。哈哈，小唐丫头来的这么早。嘿嘿，若是不早点到，我怕魏爷爷不等我呢。哈哈，你这小丫头真是个鬼灵精。走吧，丫头，既然你想去，我今儿就带你去见识下什么是赌石。魏老，这赌石带个孩子去，恐怕不妥。无妨，小陈将下午的会议推后，我还要在 S 市待一段时间。唐玲其实早就猜到这位老的身份不俗，而在石头小白融入体内之后，脑中多了很多信息，唐玲便知晓了魏老的身份，魏氏集团董事长魏博达，主要经营珠宝行业，荣孚珠宝是清省的明星企业。前世唐玲曾经到荣孚珠宝面试过，可惜因为资历不足面试失败，当时还郁闷了很久。想不到几经辗转，如今竟然和荣孚珠宝的董事长相识，真是世事难料。魏老板到了，快请进，请进。果然可以看透玉石。张老板，这毛料怎么卖？这边的毛料都是按块卖，100一块，那边的大块毛料则是按公斤算的，1000块1公斤。这么贵？不错，毛料确实这个价，小唐丫头看看就好。魏爷爷，您去忙您的吧，我四处看看。那小唐丫头别乱跑，若是见识够了，就到那边的解石去等我。魏爷爷放心，希望您能选到上好的石料。魏老离开后，唐玲拿起那块带有金色雾气的毛料，又从这堆小块毛料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其他带雾气的，转身便朝大块毛料区走去。这里的解石机是免费用的，但是解石专员解石的费用就要50块。倒不是唐玲舍不得钱，只是觉得他若是想赌石，却不会解石，实在有些蹩脚。这解石之事交于我可好？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好，唐玲盯着专心解石的刘展鹏，眼中划过一丝赞赏。今日的刘展鹏与那日判若两人。出绿了，天，竟然是黄杨绿，是老坑冰种黄杨绿，这可是10乘10的水头啊！质感细腻，晶莹剔透，这可是难得的高冰种黄杨绿。解释的是刘展鹏，没想到这玉石大王又回归了。这要是结出整块的翡翠，那可是价值不菲呀！哟，我道是谁引起这么大的轰动？原来是你刘展鹏在解石。听到这男子的声音，刘展鹏正在解石的手顿了顿，抬头看着来人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。王平，原来刘老板还记得我，就是不知你欠我那200万何时归还？有钱在这赌石，却不肯还钱。刘老板的信誉可真是好得很。我们之间的恩怨今天自会解决，你无需在这里给我抹黑。现在我在解石，还请王老板一边看着就好。呵，那我就在这件事见识你刘老板的本事。王平语气不善，他可不看好刘展鹏手中的毛料。要知道，很多毛料都是靠频率蒙了许多人，直到刘展鹏将整个翡翠解出来的那一刻，王平瞬间绷不住了，心中暗自极恨。好不容易设计他倾家荡产，竟然让他翻身了。刘老板，你这翡翠出手吗？这翡翠不是我的，我只是帮人解石而已。
哦，那这翡翠的主人是……这黄杨绿是那位小姑娘的。天哪，那高冰中的黄杨绿是那小姑娘的？不会吧，简直开玩笑！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是哪位老板的孩子？小姑娘，你这翡翠卖不卖？这黄杨绿确实是我的，既然大家喜欢，不如就开个价如何？小姑娘，你这黄杨绿我出60万。这高冰种的黄杨绿，一副镯子就要30多万。我这块翡翠起码能打10副出来，剩下的边角料打成小饰品，一个起码也要10几万，起码能打出10数个。若是将整个翡翠打成大件，价钱更是不止这些。您出价60万，是想买2副翡翠镯子吗？哈哈，老六，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60万你糊弄孩子呢？这小姑娘不错，我出400万。李老板身体还是那么硬朗啊。不过这黄杨绿我老赵可是要和你争一争，我出450万。老赵啊，你一个搞香烟的，和我抢个什么劲儿？500万。嘿嘿，我这不是想给我家那口子弄个收成礼物。李老板啊，你就别和我争了，你也知道我家那口子的厉害。小姑娘，这黄杨绿我出600万。既然是寿辰礼物，那我就割爱了。这黄杨绿翡翠若是500万买，制成手镯和饰品转手还是可以挣不少的。但若是600万买，搞不好就挣不到钱了。唐玲盯着赵老看了看，心中明了，这赵老想必就是华夏烟草的董事长赵振东。620万。人群外传来一声叫价，只见魏老和他的助理小陈从人群外疾步走来。魏老见到唐玲手中拿着那黄杨绿，愣了愣，停下了脚步，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这丫头是想刺激死我吗？原来是魏老，怎么魏老也对这黄杨绿也有兴趣？原来是赵老，刚刚出嫁的竟是你老，可不就是我这把老骨头？莫不是魏老要和我抢这黄杨绿？赵老也知道我做的就是这行生意，遇到好料当然要争上一争，只不想你老竟然也看上这黄杨绿了。魏爷爷，这黄杨绿翡翠我已经决定卖给这位赵爷爷了。你这翡翠是进价，我们魏总已经出价，你怎么能反悔？魏爷爷，这翡翠我想卖给赵爷爷，是因为意义不同。相比钱财来说，我更注重这意义。哦，意义，小唐丫头此话怎解？哈哈，这小丫头通透，我喜欢。我买这翡翠可是给我家那口子的收成礼物，意义当然不同，魏老不会介意吧？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成人之美了。小丫头叫什么？这小丫头叫唐玲，和我那一对外孙是同学。这丫头鬼精灵着呢。你这小子就爱臭显摆。这小丫头我也喜欢，不过她可不是你家的。要是你家的，我估计还会嫉妒嫉妒。哼，非得让我那外孙把小唐丫头追到手，到时候这丫头就是我们家的了。我看我家孙子更有胜算。等你那外孙还在学校混的时候，我那孙子早就事业有成了，比你外孙有魅力。我那外孙可是一对儿，一个不行就另一个上，更何况，嘿嘿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魏老不尊，真是世风日下呀！刘展鹏，你要是再不还钱，今天就休想走出这大门。这位叔叔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释，我还想买几块石头，还能请你帮我解释吗？赌石场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不可在赌石期间发生争执。哼，在这里还有这赌石场所的规定护着你，等出去了有你好看的。这位叔叔能走了吗？在王平阴郁的视线中，唐玲和刘展鹏来到了大块的毛料区。来到这里，唐玲心中有些激动，因为她看到有好几块毛料都带着雾气。唐小姐，您这是想选毛料？刘叔叫我小唐便可，不必太拘谨。刘叔，当初那王平是如何设计你的？前阵子 S 市有一场私赌。当时我与人竞价拿下一块擦出窗口的毛料，因为私赌买到的毛料都是拿回去自行解石，没想到那王平竟然和举办人串通，将我买的毛料调包。等回到店里准备解石时，我才发现我带回来的毛料竟然只是一块石头而已。这毛料如何会调包？这毛料本来都是由卖方负责运送，而买家负责看运即可。只是当天我老婆打电话说是被车撞，我才安排了一名手下替我看运，哪知那手下竟然也被收买了。那举办方如此设计你，难道不怕影响信誉？我也后来才知晓，当天举办的人正是王平的小舅子，他小舅子就是个游手好闲之人，哪里做过什么举办方，定是那王平给他出的主意，二人合起来给我下的套。唐玲听了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而是仔细观察这一块毛料。刘叔，看看这块毛料如何？这话题转变的也太快了点。这块毛料表现不错，手摸着质感也算不错，这皮壳上有小片的血，照理说应该会出绿，不过这个我也拿不准。刘叔，这块毛料我要了，你推个车带着吧。刘展鹏很快便推了个手推车过来，将毛料放进手推车里，认真提名继续挑毛料。拳头大小的毛料碎块冒出来的雾气，并比那黄秧绿浓郁的多。唐玲将其拿在手中，心中也不免有些激动。
这等好料差点就被埋没了。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唐玲没有再选毛料，而是和刘展鹏一起去付了款。大块毛料花了2万3，小块边角料只花了100块钱。付完了钱，就来到解石区。刘展鹏操作解石机下了第一刀，切口处立刻流露出一抹耀眼的红光。出了，又出了！我靠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张老板，你这次的货这么好？这次的货可是老坑极品货，我可是费尽了力气才抢到了这些。要知道，这批货算是我有生以来抢到最好的货呢。你们下手晚了，可就得看着别人眼红了。众人看到这张老板的货连着出力，又加上他那煽动的话，都准备出手一波。我靠，真的是极品红翡！张老板肠子都悔青了。极品红翡的毛料竟然当成废料卖了，亏呀，亏死了！若是那红翡被我挑出来，这辈子都不愁了，还累死累活的搞什么赌石？老子这辈子也没见过红翡呀，今天竟然能有幸看到红翡的解石全过程。不行，一会儿看完这红翡，我也去小毛料那里选几块。对，我一会儿也去。若说众人中最激动的，莫过于正在解石的刘展鹏了。他可是知道这毛料的来历啊，一脸震惊地望着唐玲，简直对他敬佩不已。大家别吵，看刘老板继续解释。快看，又出绿了！对呀，这是魏老板的毛料，有一个黄杨绿。张老板，啥时候你这黄杨绿炖成大白菜了？一天连出2块。魏老见到他的毛料解出冰种黄杨绿，心下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唐玲见了有些奇怪，照理说魏老从事这么多年珠宝行业，对一块玉石没必要如此在意，难道是有何难言之隐？出来了，竟然是冰种红翡。有生之年有幸看到这冰种红翡，死而无憾了。你这红翡出售吗？若是能得到这冰种红翡，放到店里绝对比任何宣传都有效。不知道李老板出什么价钱？这几匹红翡虽然只有拳头大小，却已是十分难得，1400万如何？1400万，想不到这几品红翡如此值钱。丫头，我出1600万。李延庆有心竞价，奈何流动资金紧张，只能放弃了竞争。最终，魏老以1600万的价格得到了那几品红翡，令他激动不已。这次赌石带着唐玲这丫头果然没错，这件事情可算解决了。李延庆没能竞价到红翡，抱怨了几句，先行离开了。本来魏老买到了红翡，也想离开，不过唐玲和他说了几句，便留在了解石区。嘿嘿，唐玲嘴角微微一翘，看着人群中面色不定的王平，意味深长。敢欺辱我看中的人，送你一场富贵，看你接不接得住喽。当刘展鹏将那46斤的毛料搬上解石台上，众人有些失控了。刘展鹏一刀下去，一片绿色破然而出。Emily 又出绿了，看样子是水煮的，还不让人活了。我切了那么多毛料，没一个出绿的。那刘展鹏切了3个，都出绿。哈哈，看你是嫉妒吧？不然下回解石你也找刘展鹏给你操刀。小姑娘，你这半毛料我出200万，我出230万。虽然半赌毛料风险很大，但唐玲连着出了2块翡翠，让众人都跃跃欲试。250万，270万，350万。王平本还犹豫，此时见刘展鹏竟然叫到350万，心中着急了。刘展鹏，你有钱赌石，没钱还账吗？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。反正都是输，赌这一次，说不定我还有翻盘的机会。若我赌涨了，就算你王平不走运。哼，你想翻盘没那么容易，400万想和我争，做梦去吧。刘展鹏面色很不好，沉吟了一会儿，似是狠下了心。420万，500万。王平看刘展鹏憋闷的模样，很是开心。只要有我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王平说完，颇有些嘚瑟的晃到唐玲面前，甩出一张500万的支票。然而唐玲并没有接，只是面无表情的站在那里。就在王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刘展鹏伸手接过了王平的支票。众人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也是发懵。此时的刘展鹏哪里还有刚刚的颓废之色？你这是何意？你给我一张纸做什么？那是支票。果然，这丫头骗子只是运气好，小孩子而已，连支票都不认的。刘展鹏，就算你缺钱，也不至于抢人家孩子的钱吧？怎么改行成打劫的了？这钱本就是我的，怎么你王平买了毛料不想给钱？那毛料不是你的？不是啊。我只有200块钱，买了2块毛料。这位叔叔见我不会解石，看我年纪小才帮我的。这丫头可真能装啊，演技绝对是实力派的。你刚刚为何同意我们竞价？我什么也没说呀，这东西又不是我的。我妈妈说过不可以乱说话的。王平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赌石是你自己赌的，丫头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，你怎还找上这丫头的麻烦了？唐玲没想到魏老会出面帮他。要知道，生意人最忌讳的就是插手别人的恩怨，心中记下这个人情。
魏总言重了，我这是在了解情况，可没有半点为难这小姑娘的意思啊，是吧？小姑娘也是，这孩子才多大点，怎么可能和刘展鹏一起设计我？更何况神仙都难断玉，在毛料上是动不了手脚的。吓死我了！竟然拿孩子找事儿，看把那小女孩吓得都不敢大声说话了。可不是嘛，刚才那孩子多灵巧，这会儿吓得都不敢说话了。这人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刘展鹏听到众人说的风凉话，他差点没笑场。自从他破产后，心情就没有像现在这般畅快过。刘展鹏，你竟然坑我！坑你？这话从何说起？这毛料可是实打实的在这摆着，价也是你自己交的，没人逼你。不过确实要谢谢你，我正愁没钱还你，你就给我送了500万。王平，那毛料你都买了，不去解释，在这里拌嘴有意思吗？还不滚过去解释！不出所料，整块毛料只有那切面薄薄一片，王平当场就晕了过去。他花了500万，就只买了一块石头而已。在万元户都是大款的年代，500万的价值可想而知。走出赌石场，魏老离开前别有深意地看了唐玲一眼。后生可畏。唐小姐，你是如何知道那毛料里面是空的？猜的。他看到那毛料时便觉得奇怪，整块毛料只有那薄薄的一条有雾气，其他地方一丝雾气不带。他猜这毛料应该是块坑人的好料。刘展鹏一点也不信，若不是他能确定那毛料是块废料，又怎会设下一系列的局呢？看着唐玲的眼神多了一丝敬畏，心中无比坚定。从今天起，我刘展鹏就跟着唐玲了。刘叔，既然您愿跟着我，那我便不会亏待了您。无论这珍宝斋日后发展如何，您都占着珍宝斋10%的股份，这珍宝斋还由您出面打理。对外，您还是这珍宝斋的主人。不过我眼中容不得沙子，您若诚心待我，那我定许你一个锦绣前程。唐小姐，我想知道为何选我？你的人品和你的能力。好，一切听从唐小姐吩咐。刘叔，这珍宝斋的名字我并不想改。就目前来说，珍宝斋还是以珠宝玉石为主。不过日后有机会，这古玩界我们也要涉足的。刘展鹏有些激动，没想到唐玲还保留珍宝斋的名字。珍宝斋是他一手建造，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古玩玉石行业我都会盯着，这珍宝斋唐小姐放心交给我打理。不过如今珍宝斋已经空了，货源我能联系上，只是这启动资金怕是要不少。这300万您先拿着做启动资金，将珍宝斋重新装修，珠宝的货源您看着办。至于玉石方面，若是还有赌石相关的消息，您通知我，我们去碰碰运气。现在离过年不到1个月，刘展鹏的意思是年前重新开业，但时间仓促，他还要上学，不太方便。而且珍宝斋开业需要有个噱头，他相信只要有赌石大会，噱头就有着落。最终决定在年后找个好日子重新开张。又聊了一会儿，唐玲见天色不早，便起身离开了。唐玲走后，刘展鹏看着偌大的珍宝斋，心潮澎湃，那种摩拳擦掌想闯出一番事业的斗心重新燃起。珍宝斋的再次崛起，定会给珠宝业带来一场风波。只是买了一个瓷盆，没想到送了一个相公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的血珠滴落在瓷盆里，瞬间消失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把流血的手指再次放在了瓷盆上，血珠再一次消失不见。这个女人叫夏宁，是一位网络小说作家，刚从超市买了个瓷盆回来。谁来告诉我，为什么这刚买回来的瓷盆会吸血啊？难道我刚刚是滴血认主了？我捡漏了一个空间宝物回来。收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还是这个瓷盆并不是什么储物空间？可瓷盆不就是用来装东西的吗？等等，装！夏宁把手里的香皂丢进了瓷盆里，突然一阵金光闪过。随后那块香皂消失不见了。原来这瓷盆真的是一个宝贝啊！我赚发了！香皂拿出来！芝麻开门，阿米个豆腐！快把香皂移出来！夏宁差点被气死了，拿起一把梳子放进了瓷盆，这一次没再出现金光，梳子落在盆子里面的那瞬间就消失了。阿米个豆腐，梳子回来！哼，真是抠门，吃了我这么多东西都不吐出来。等下我拿你当马桶用，既然不是小说里的收纳法器，那它到底是啥呢？啊，对了，这瓷盆会不会是什么传送法阵？我的东西难道是被传送到别的地方去了？东楚国嘉明18年，京城护国将军府内。大哥那边有消息了吗？1个时辰前收到了世子的信件，属下已放在书案上。听到这话，宋少卿加快了脚步，走向书房。二爷，你回来了。今日家中可安好？今日府里一切正常。你下去休息吧。是，二爷。宋少卿拿起信件仔细看了起来。这瓷盘是我昨日在古方斋淘回来的一个小玩物，可这是何物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宋少卿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突然，瓷盘上凭空出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物件。怎么回事？莫非刚刚那块物件也是突然从瓷盘里冒出来了？这个瓷盘到底是何物？竟能凭空变出东西来？难不成这瓷盘真是上天赐下来的宝？
宋少卿拿起瓷盘上突然冒出来的物件，这又是何种材料？我好歹也是侯府大家出身，珍稀名贵的宝物也见识过不少，但这样形状奇特的物件，完全是闻所未闻，看起来倒像是给马儿刷毛用的。二爷，你喝点热茶。麦冬，今日除了你，可还有谁进过我的书房？没有啊，大家都很清楚二爷你的习惯，没你的吩咐，他们万万不敢随意踏入书房。这两样物件你可见过？二爷，这是什么？是西凉之物还是北漠之物？这么稀奇的物件，小的这还是第一次瞧见呢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这瓷盘到底有何玄机？或许这瓷盘是一个传递物件的法器，那我是否也能把东西传递到另一端呢？宋少卿毫不犹豫地拿起书桌上的白玉镇纸，放在了瓷盘上，他的白玉镇纸瞬间消失不见。果然被我猜中了，这瓷盘真是一个可以传递物件的法器。宋少卿蓦然有了一种想要盘根问底的念头，于是他写了一封信，他把信件放在了瓷盘上，他再一次亲眼瞧见信件在他的眼前凭空消失了，真是奇哉。宋少卿静静地等待了片刻，但瓷盘却始终安静如一，没有任何的异动。难道是仙人不得闲了？而夏宁这边忙了一上午，才有空来到客厅。我没看错吧？这看着瓷盆里多出来的两样东西，夏宁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难道真的被我猜中了？这瓷盆还真是一个时空传送器。想到此，夏宁忍不住伸手拿起了盆里的一块白玉物件。这真是白玉呢！真是有钱人呢！夏宁轻轻地放下白玉镇纸，拿起了另一个折叠起来的纸张。这是书信。哈哈哈哈！我这是被当成神仙了，原来是个古人。好吧，是我自作多情了，还以为我要穿越到修真界了呢。等等，东土京城人，有东土这个朝代吗？难不成是平行世界或是异时空的朝代？我是不是也该回个信给他？很快，夏宁写好了回信，把信放进了瓷盆里，眨眼间，信纸就消失了。夏宁看到了一旁的白玉镇纸，我是不是该把这东西还回去啊？可这可是古董啊，如果卖出去的话，怎么也得值个20-30万吧？算了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夏宁还是把白玉镇纸放进了瓷盆里，看着消失的白玉镇纸，夏宁伤心了一会。这么好的一个报复机会就被我错过了。宋少卿刚写完给大哥的书信，就听到熟悉的响动声，他欣喜地看向了一旁的瓷盆，果然，此刻的瓷盘上正静静地躺着一封信纸。这必然是仙人给我的回信。宋少卿满怀激动地拿起信纸，竟有如此雪白的宣纸。正当准备翻开信纸时，却见瓷盘上又冒出一个物件，是之前投进去的白玉赤龙镇纸。宋少卿打开手中折叠的信纸，目光转向了信纸上的文字。看完回信，宋少卿的心情莫名的愉悦了几分。笔友，这个称呼倒是贴切。夏宁，听这名字似乎是位姑娘。21世纪，相差了上千年呢，那样发达先进的国家，又该是何模样呢？麦冬，二爷，你去我司库里挑几样适合姑娘家的玉件，记住要好一点的。啊，怎么使唤不动你了？不是，小的这就去。不过二爷，你这是要送给哪家小姐啊？小的也好挑个合小姐心意的。不该多问的就不要问，你往最好的挑就是，赶紧去。女孩一口气买空10几家店的古玩，只因雷子停车，剩下一段路我自己走过去。这次你留下帮三哥打理地好，夜莺那里行动起来，时刻盯着各方情况。从现在起进入1级准备状态。是，老大，要不要派个人跟你过去？不用，刘叔这次要去宁氏谈公事，有他就行了。你和三哥多盯着点，别出什么乱子。老大放心，这边我们一定谨慎。一中校门口停了一辆车，唐玲扫了一眼便知道那是教育局的公车。他6年前成立的夜莺遍布轻省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网，搜罗的信息包罗万象。李校长，这名学生到了，可以出发了。真不知道为什么李校长让唐玲去宁氏参加竞赛，一中人才济济，哪里轮得上他？赶紧上车吧，进车里注意点礼貌，里面坐的是市里的领导。我们这几天住这里，明天下午才考试。今天坐了几个小时的车，大家也累了，先吃了饭，一会儿大家便去房间休息吧。请进。唐总，宁氏的古玩街最近要拆迁，若是我们去收购，应该会收获不小。也好，如今珍宝斋珠宝已经站稳脚跟，古玩也该做起来了。机会难得，既然有大量的古玩能够收购，就先买下备用。刚才看的那几样我要了，你看多少合适？这样吧，8万不能再低了。这些古玩我出3万，区老板看怎么样？你们又来捣乱，还手不守行规了，如此坏人生意，靠王志远是不要脸面了。王志远是谁？哥几个可不认识，我们是来买古玩的，和那王志远可没关系。就是，咱可是看上你家的古玩了，我们孟哥玩古玩可是有年头了，眼力绝对是没得说。3万块，只多不少。你们来得晚了，既然你们孟哥玩古玩多年，想必是知道规矩的，这可是要论个先来后到。先来后到，可真是巧了，哥们你竟然看上我孟爷的玩意，真是有人啊！呵呵，孟哥您先看，我今儿个来就是瞧瞧，这东西我改天再来看吧。
今天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孟哥这是来了第几次了，还真是照顾我的生意。戚老板的意思，这些东西卖给我了，哥几个掏钱，咱拿货走人。姓孟的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你们给的价钱简直就是在抢，我不做你们生意，你们赶紧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你告我们什么？我可是没偷没抢，钱可是给你摆桌上了。你这是强买，你们几个把东西给我放下，快放下！唐玲只是淡淡的看着，没有作声。这彪形大汉有趣，明明长了一脸的憨厚相，脾气秉性却跟地痞无异。相对唐玲的淡定，刘展鹏非常气愤。店里东西不一会就都被搬走了。那孟姓大汉见手下办事利落，拍了拍其中一人。不错，看来最近哥几个训练的不错，以后就这么干，早完事早收工，走吧。刘展鹏几步上前，店主有些惊讶的抬起头，见到刘展鹏，惊讶之色更甚。刘哥，你挨凝视了。阿平，刚刚是王志远派的人。刘展鹏见到如此低沉的戚凯平，心中也是不好受，想起以前他的遭遇，心中也是颇为感慨。还好，在我落魄的时候遇到了唐宁。刘哥，这个小丫头是你什么人？戚老板，这帮人天天来吗？岂止是天天来，有时候一天来好几次，简直就是无赖、地痞、流氓。原来是这条街要拆迁了，商铺都纷纷甩卖古玩，同行王志远便开始低价收购他们手中的古玩，商户们当然不同意。这王志远就耍起了卑劣手段，雇来了一批大汉，天天来他们店里捣乱，要么就将顾客赶走，要么就低价甩钱拿货就走。像你这样的商铺有多少家？还有10多家吧，大致的情况和我差不多。你店里的古玩都在这里吗？基本都在这里。买下你店里所有古玩大概要多少钱？海平，你估算一下总价，也别来虚的，要个实在价。这珍宝斋如今的地位你也知晓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若是我这店里的古玩加起来起码要100万，我的店铺不大，藏品有限，那10几家商铺也就和我这里差不多吧。刘叔，这些商铺不错，都买了吧？唐玲吩咐了刘展鹏几句，掏出一张华夏银行卡，交给了刘展鹏，便独自离开了。古武大佬尹子金醒来，发现自己成了赢家丢失的小女儿，回到豪门，不仅要给小姑梳洗，还被嘲讽事事不如那个假千金。可现在这个银子金岂是你们能欺负的？虽然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但我们养了小轩15年，和她感情很深。对外赢家的大小姐还是小轩，放心，你该有的一样都不会少。我真不明白赢家收养你这种人干什么？你和陆威血型相同，给他输点血怎么了？你不就这点作用吗？怎么能有人像你一样一无是处？你真的是我们赢家的孩子吗？哟，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不过就是抽点血，居然还晕倒了，真是矫情。啊！你有病啊！小金，这是陆医生，不是要来害你的。道歉，刚醒，我以为有狗咬我。你果然是没教养的白眼狼。小金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病，你也不必给我输血。没想到这一次还害得你昏了过去。赢陆威，这个女人是我的小姑，表面体弱多病，温柔善良，实际上就是把我当成她的移动血库。这一次晕倒，就是因为被强行抽了几日血，身体承受不住。那是她活该，她不就是你们赢家看她可怜才收养的吗？对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把陆威推下去的？你在一旁看见没？问你话呢，哑巴了。吵，安静点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陆威，不好意思，就冲他这态度。他的病我现在不治了，门在那，慢走不送。你勾引自己小姑父的贱东西耍什么威风？小金，陆医生可是专家级疗养医师，你把他气走了，你的身体怎么办？输葡萄糖的专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动什么大手术。小金，不过专家说的有道理，我也想知道是谁把小姑推了下去。作恶的人总会露出马脚，您说是吗？哎，七少，那是赢家前几个月收养的女孩子。你才回来，你不知道这赢家养与勾引他小姑的未婚夫呢？江莫远，是他胆子真大，不过他也挺可怜的。赢家会收养他，就是为了给赢陆威供血。小妹妹，来陪哥几个玩一玩，保准你快乐地升天。聂昭，你去帮一下。天哪，这个杀神是谁啊？有点意思，他攻击的每一招都很巧妙。不可能吧？难不成这小妹妹还会鼓舞？我就是嘴贱爱八卦，没有什么恶意，大佬手下留情了。这次你是要求婚啊？我这不争气的腿啊！3天之后晚上7点，黄浦路1号酒馆内，你会有血光之灾，但并无大碍。7天之后的中午12点开始，我建议你避开浦南一片地带，否则生命堪忧。小朋友，你会算命？虽然没什么必要，但还是谢谢你们刚刚的好意。看来我的神算能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。小朋友，你的恩人说他为了感谢你提醒他，请你吃个饭。七少，你不会和汉格的主人认识吧？这家店就算我家老头子来也得提前预定。不认识，可能看脸吧。
宁小姐，你听见了吧？他就是喜欢说胡话。不过今天难得七少请客，你放开了吃，他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挺巧，我只缺钱。你缺钱，宁家不给你钱。我学习差，也没学过礼仪，更不会插花茶艺，这么丢脸，为什么要给我钱？那就是他们有眼无珠了。你这餐前礼仪都沿袭了古欧洲那边的皇室。顾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那可多啊！你挨这么久了，没出去玩？活体血库应该没有自由这种东西。这一年内，宁路威受了多少次伤？只是进医院的话，不下20次。大佬，你不会也给他说了这么多次？不止吧？挺好，他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你好，这边再来一盘猪肝。大佬，多吃点，好好补血。谁啊？打扰您的爷爷。江墨远，这是什么孽缘？你从医院里跑了出来，就是为了来这里和这些人一起鬼混。迎子金，我没时间管教你，我只警告你一点，不要让陆威操心费力。希望宁小姐有自知之明，不要缠着三爷，三爷很忙，没空陪你瞎闹。挺有意思的，我都逃到这儿了，江叔叔还要追来，说管教我，到底是谁缠着谁？你怎么敢？也不怎么样啊，小朋友，不如看看我吧。哼。蛇精附身了！呸呸呸！我这不是爽了吗？七少，你和大佬配合的真好。步行街、迪士尼乐园、海洋水族馆都挺好玩的。行了吧，七少，你这推荐的都是烂大街的地方。大佬，我给你说个地方，你知道电视塔的方位不？知道的。那儿有一个地下骑士，可多好玩的了，有赌石，有占卜，还能淘到稀奇古怪的古董。占卜？怎么占卜？嗨，就是玩塔罗牌而已。反正我是不信。地下集市0点以后才开，你想去就找我陪你一起。那里人龙混杂，你一个人去不安全。听说是江墨园把你从清水县带到护城来的。说是要送我来清治读书，路上我出了车祸，进了医院，暴露了我和银路威一模一样的珍贵血型。因为这个，宁家收养你了。送上门来的活体血库，为什么不要？你干什么？让你不要想太多，快回家吧，我看着你走。哦，再见。二小姐终于舍得回来了。夫人说了，什么时候二小姐认错了，什么时候才能进门。二小姐，你不要再任性了，你给夫人和陆威小姐道个歉，就不用受这苦。不听话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现在殷家的下人都敢命令主人了，殷夫人就是这么管教的。副七少怎么护着二小姐？疯了吗？对不起，二小姐，我不该对您不敬，都是我的错。走，小朋友，这次把你亲自送进去。七少，二小姐这边请。二小姐服软了。夫人，没服软你。原来是七少爷，昨天才听说你从欧洲回来了，这么晚了来赢家，是有什么要事吗？送他回家，我不放心，害怕他被欺负。怎么回事？管家紧忙将先前发生的事情简洁的叙述了一遍。七少爷，这是一个误会，还劳烦你跑一趟。子金也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忍心她受苦？那就好，我放心了。宁夫人对自己的养女好一点，传出去也能博个慈爱的好名声。小朋友，手机号我给你存上了，随时联系。你去哪儿了？陆威说你早就离开了医院，干什么去了？问你话呢，这么没礼貌。您何必管一个活体血库？你说什么？他以为我想让他被抽血吗？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能不心疼吗？